大家好，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肾上腺啊。这个肾上腺呢，我们其实呢可以借用一个咱们中国特有的词汇啊，叫做“三昧真火”啊。就是说，虽然它听着这个名字好像在肾啊，就是主水这一块啊，好像和水关系比较密切，实际上呢，肾上腺的功能呢，更加偏向于就是说这种像火性啊，就是咱们中医里讲的这个叫做命门之火啊，我感觉有点类似这个。那么肾上腺呢，因为它呢，其实第一啊体积不大啊，咱们的教学过程中呢，其实真正重点去讲肾上腺的课程所占的比重真的是比较小啊。但是呢，它的功能又特别的复杂，或者说又在很多方面呢都很重要啊。我印象中，咱们在一开始学解剖的时候啊，会提到这个内分泌系统啊，有这么一个肾上腺啊。那么在两侧的肾脏的顶部啊，各有一个腺体。那么在学到咱们的生理的时候呢，可能就讲的会更多一点啊，就是说肾上腺它的功能到底是负责什么啊，这又提到它了。等到后来再讲到内分泌啊系统的这个疾病啊，包括它的一些正常的功能的时候啊，那么又会提到肾上腺啊，包括它和咱们某些综合征啊各方面的啊，比如说常提到的叫库什综合征、爱迪生病啊，那么这几个都和肾上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啊。谈到激素是吧？肾上腺分泌的几种激素，有皮质分泌的，有髓质分泌的啊，所以一提起来好像，头绪呢不是特别的清楚。所以呢，大家做题的时候，可能如果没有把这些知识给它串起来啊，或者说有一个统一的这种联系啊，能够给它建立起来的话，你可能又是就是说在解剖上啊也懂了，也会了啊，内分泌上也会了。疾病上也会了啊，但是遇到一个真正的一个病人或者一个病例题的时候，大家分析起来可能，如果你没有建立起这种很好的联系呢，做这种题就会比较困难啊。所以今天呢，我是希望，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呢，让大家把这个咱们学习范围内啊肾上腺的一些相关知识给它统一的啊，来有一个全面的了解。那么首先呢，从大体上讲，我们首先要知道啊，肾上腺呢，它作为肾脏顶部一个腺体啊，体积不大。那么它呢，从这种剖面啊，从这个比如说我们把它从上到下做一个冠状位的一个切面的话啊，你就会看到其实它和肾脏有点类似啊，也分为皮质和髓质。那么皮质呢，自然就是靠外边这一层啊。那么髓质呢，自然就是听它这名字就是靠里边那一层啊。那么皮质呢，它属于一种叫做腺体组织啊，主要产生的就是类固醇激素啊。那么分别呢，这三种激素是叫做醛固酮、皮质醇和雄激素啊。有的时候我们用性激素来讲，但是说实话啊，性激素呢这个概念有点不够准确啊，其实它产生的是雄激素啊，不管男性女性都产生的是雄激素。那么肾上腺髓质呢，它属于一种神经内分泌组织啊，它是属于交感神经系统的一部分。那么它主要产生的激素，就其实只有这种就是儿茶酚胺类的物质啊，我们叫做肾上腺素或者是另外一种去甲肾上腺素。所以总体来讲啊，一个肾上腺功能健全的肾上腺是可以分泌5种内分泌激素的，皮质占了3种啊，髓质占了2种，它们的功能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如果看这个图的左半部分啊，首先我们要看啊，肾上腺到底在哪儿？其实就在我们双侧肾的上棘啊，这个黄的这个部分就是肾上腺。放大以后，大家看就有点类似三角形这么一个形态。你把它抛开是吧？一个冠状位把它抛开，那么外边这一层我们叫皮质，里边这一层啊，刚才咱们提到叫神经
内分泌组织啊，这叫做髓质。皮质和髓质啊这两个部分分泌的激素是截然不同的啊。我们如果从皮质看，它分泌是3种激素，而髓质呢分泌的其实是2种激素啊。那么先看皮质啊，其实皮质呢，它的细胞呢又分为3个层次，分别是从外向内啊，我们叫做球状带、树状带和网状带。分泌的激素分别是醛固酮啊、皮质醇和雄激素啊。那么它们作用的器官呢，靶器官我们叫做target organ 啊。那么醛固酮主要作用在肾啊，作用在肾。它的像这个肾小管啊，那么它有这种保钠保水啊、排钾排氢啊这些作用。那么皮质醇它作用的器官呢，就相对来讲就会比较多啊。它的作用在你看像肌肉啊，像我们的很多的腺体啊，包括这个像一些脂肪组织是吧？它都就是它的作用会比较广泛。糖皮质激素呢，我们后边还会再细讲。啊，那么就是大家只要知道糖皮质激素啊，这个是其实我们俗称的肾上腺皮质激素啊。如果没有特殊说明的话，其实指的就是糖皮质激素啊，就是它。那么最里边这一层呢，这个网状带啊分泌的这个雄激素，雄激素它主要作用在像这个，其实它的作用器官也会比较广泛啊，不是说单纯的就是生殖系统。那么它在很多的细胞代谢上其实也有它特定的功能啊，这个我们就不再细谈了。那么髓质呢，它分泌我们说叫儿茶酚胺类物质。那么当然最主要的，其实在肾上腺分泌的一个叫做 epinephrine 啊，肾上腺素，另外一个叫 norepinephrine 啊，我们叫做去甲肾上腺素啊。那么当然，大家对这2个药，我觉得可能印象应该会更深一些哈，因为第一，这个名头很响啊，大家肯定是听说过啊，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啊。那么它们一般呢，在很多的时候是用于抢救啊、急救啊，有一些紧急情况的时候来使用啊。所以呢，从这张图呢，我们先是对这个肾上腺有一个大概的了解。第一，它的解剖位置啊，在肾的上极啊，就是这样。从剖面来看，分为外层的这种皮质和内层的髓质。然后呢，从它的这个细胞学层次来看呢，不同层的细胞啊，那么它分泌不同的内分泌激素啊。我们首先有一个大体的概念，然后下面我们就来依次来讲啊。第一个，肾上腺皮质啊，我们从外向内啊来看，最外边一层啊叫做球状带，它分泌就是醛固酮啊，我们也叫做盐皮质激素。它的主要生理功能保钠保水、排钾排氢啊。那么如果它太多了，那你自然就是说保钠保水可能太多，而排氢排钠排的又太多，所以就会导致这种，你想水一多钠一多，它肯定血压就高，是吧？水储留。那么排钾一多，排氢一多，那自然就是低钾肌无力，然后呢代谢性的碱中毒啊。所以这个大家只要记住它的生理功能，那么它过多过少，其实相应的症状和病理改变咱们也就都知道了啊。你比如说它不足的时候，常见于什么爱迪生病啊。那么爱迪生病的时候，它就醛固酮不足，所以就正好和过多的时候相反啊，它就低血压、脱水，然后呢低钠，对吧？钾呢它就高上来，是吧？钾一高呢，它就有心律失常的风险啊。所以呢，如果我们在 NCLEX 里如果看到一个病人，比如说是有爱迪生病啊，然后呢同时又有什么高钾和这个低血压的话，那么大家可能就要想到啊，这个是和醛固酮不足相关的。然后再看第二个啊，皮质醇，我们说糖皮质激素，这个是最厉害的啊，这也是临床应用最多的一个这种激素啊。我反正从我自己经验吧，这种激素上除了胰岛素啊、甲状腺素用的可能那肯定是最多的，是吧？胰岛素、甲状腺素，那么糖皮质激素，我觉得基本上应该能达到第3位啊，就是特别的普遍啊，它的适应症特别的广泛啊。那么糖皮质激素它主要是功能呢，就是提升咱们身体啊对于外界这种刺激的
这种反应啊，这种我们叫应激能力。比如说你突然得病了啊，突然受伤了，或者有什么突然发生的事情，导致你身体突然之间出现一种很大的这种不利的情况啊，那么糖皮质激素的释放就会让你呢对于这种不良的反应啊，我们叫做应激能力会提升啊，所以呢你就可以抵抗过去啊，所以它非常重要，是吧？那么尤其是比如说什么创伤休克哪怕是精神压力很大，是吧？感染很重，那么你这个用上糖皮质激素皮质醇用上以后，它的症状基本上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有一个迅速的缓解改善。当然呢，这个在某种程度上咱们可以说有点治标不治本，是吧？你这个，但是呢，在很紧急的时候，咱们先得把这个症状先要给它挺过去要不然这个，比如说呢非常严重的感染或者非常严重的创伤呢，直接可能就导致病人死掉你给上激素的话，先让它挺过去，然后再解决这个病因的问题这就给病人提供了一个存活下来的机会那么如果它过多呢，我们有的时候叫做库什综合征库什综合征呢，它就是有很多这种表现那么其实我在这儿已经列了很多了，但是肯定还不全那么我就捡着咱们可能考试里会用到这些知识大家复习一下。那么也就是说，只要这个病人是糖皮质激素太多皮质醇太多不管他是库什综合征还是库什病当然库什病是特指这个一种由于这种垂体 ACTH 腺瘤导致 ACTH 太多出现的库什综合征，我们把它叫做库什病库什 disease。那么不管是哪个，它只要是皮质醇一多，都会有下列这些问题比如对于代谢来讲，它会有高钠、高糖、低钾、低钙有高血压，是吧？向心性肥胖、满月脸、水牛背、皮肤变薄，是吧？消化性溃疡，肾容易出现瘀斑，伤口愈合能力差，感染非常容易感染一些疾病骨质疏松肌肉无力情绪改变包括像性欲改变、月经紊乱。女性有的时候如果这个激素太多，有可能会导致停经同时毛发增多那么还有很多对于这些来讲呢，我觉得大家尽量多的去记你记得越多，你在碰到病例题的时候一眼就能看出来好，我们看第三层我们叫网状态分泌的这个雄激素雄激素作为性激素的一种可以在外周组织转化成这种睾酮或者雌激素那么它当然主要功能是维持这个阴毛和腋毛那么同时呢维持这个性欲那么如果是雄激素太多的话那么女性和儿童表现会比较明显你比如说像女性出现多毛痤疮声音变低阴蒂肥大闭经男性化，是吧？那么儿童出现性早熟早期生长比较快包括骨缝早闭，是吧？最终影响他的身高，这些都有可能是雄激素影响。那么对于这个雄激素呢，一般来讲我们考的会相对的少一点其实最重要考的最多的是刚才咱们提到的糖皮质激素皮质醇。那么我们接着再往里看，就到髓质了髓质当然分泌的就会比较单一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那么它们都归类于叫做儿茶酚胺类物质那么它呢，这个髓质的这个激素释放，它主要是由交感神经系统控制它不是像那个皮质受这个垂体这个 ACTH 刺激它是直接由交感神经控制。那么当你遇到一些像紧张恐惧疼痛是吧，低血糖创伤什么这些，那么就会由交感神经系统直接兴奋引起这个髓质释放这种肾上腺素或者去甲肾上腺素。但它的功能呢这个又涉及到咱们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它的区别，它们的节前节后神经递质，是吧，它是有区别的。那么它们的效果就是它们的作用也是完全相反，可以说在很多的地方都是完全相反
那么在交感神经系统兴奋时候，我们叫做什么 fight or flight 啊？那么大家可以设想一个情景啊，就是你在森林里正在旅行的时候，徒步走的时候，突然碰到一只熊出来要吃你啊。那么这个时候你肯定是交感神经系统兴奋，那么赶紧跑啊！你搏斗，我估计人是打不过熊的，所以赶紧跑啊！那么这个时候你怎么去记呢？好记是吧？你如果是背的话，死记硬背那就会比较困难枯燥啊。那么它没有一个情景的话，你很难去死记硬背啊。那么如果你有了这个情景，其实就很好记了。你比如你看到这种你要跑是吧？你的心脏一定是心率加快，心脏收缩力加强，你不可能说你要跑的时候这心率突然减慢了是吧？或者说你心脏突然不跳了，那这肯定不可能的事儿啊。那么血管它肯定是收缩对吧？血压上升啊，你不可能说这个碰到一只熊你要跑的时候血压突然下来了是吧？直接休克了，瘫倒在地对吧？那你这肯定跑不了了。你像肺部，它肯定是要支气管扩张啊，增加你的通气量啊。你支气管一收缩，那都不用熊来了，直接哮喘发作了，是不是？你包括像这个代谢啊，你肯定是要血糖升高啊。你糖原分解，血糖升高，你才有跑的能量啊。你没有能量怎么跑呢？对不对？脂肪肯定会分解，是吧？你的眼睛瞳孔一定会放大。你要不放大的话，它放大就是什么？增加你这个眼球这种净光量。是吧？你瞳孔很小，突然缩小了，什么都看不见，一片漆黑啊，那肯定是不行啊。所以它要瞳孔要放大，增加净光量，你才看得清逃跑的路线，对不对？然后胃肠道的蠕动啊，肯定要下降，是吧？你肯定这个时候你不能说突然又肚子疼了，又想排尿了，那怎么跑啊？对吧？所以这么去记的话，大家其实这些就很好记了啊。那么肾上腺素我们一般用于什么呢？临床上最多用于就是过敏性休克，这是最常用的。当然，心脏骤停啊，什么严重的支气管痉挛也可以啊。但是最经典的使用肾上腺素就是什么 IP 判啊，肾上腺素比直接肌肉注射抢救这种过敏性休克啊。那么去甲肾上腺素我们用的相对要少得多啊。那么大家记住它和肾上腺素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什么？对于血管收缩作用非常的强。那么用的如果不是很合适，有可能导致，当然它升血压效果很好啊，但是有可能导致皮肤或者是局部组织坏死啊，就是因为它缩血管太强。如果你不慎的是把这个去甲肾上腺素可能有这种穿刺，然后漏出来了，漏到组织里，那有可能导致组织坏死啊。还有下边我红字标的这叫做嗜铬细胞瘤Pheochromocytoma， 这个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病，大家尽量的去把这个单词给它记住啊。Pheochromocytoma 叫做嗜铬细胞瘤，嗜铬细胞就是产生这种儿茶酚类物质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的细胞。那么嗜铬细胞瘤呢，是作为一种良性肿瘤长在这个肾上腺上。那么它一旦要是形成这个瘤的话，肾上腺素就会持续的分泌那么导致你体内有一个很高的肾上腺素浓度。那么或者咱们就可以说什么，你体内好像一直在打着一个肾上腺素泵一样所以就会出现一个继发性高血压。那么我们怎么办呢？这种高血压你不把它解决，你是降不下来的。你再降压药吃上也不行直接把这个源头嗜铬细胞瘤切除这个血压就会降下来了。好，那么有关这个肾上腺呢，我们今天就简要的讲到这儿因为很短的时间呢，咱们很难去全面的把它讲的非常的详细所以我就尽量的说把和考试相关的一些重点内容呢，和大家一起来复习一下希望是能够帮助大家建立一个概念因为肾上腺这个东西确实体积不大，功能很强你包括像激素的一些转化是吧？那怎么可能有同学就会问，你说的都是雄激素，那雌激素呢是吧？这个其实都是问题那男性体内有雌激素女性体内也有雄激素是吧？那这个女性体内的雄激素咱们知道肾上腺髓质这个肾上腺皮质是吧？性激素这一块它有。那么男性体内雌激素又是从哪儿来的呢其实就是由这个雄激素又转化来的所以这个以后有时间呢，咱们可以再详细再聊那么谢谢各位，以后咱们下次再见